在我手上的就是三星超薄旗舰 Galaxy S25 Edge， 这个颜色的官方名称就叫做钛青银。我能保证这个名字绝对是台湾人想出来的，只能说太有才了。要台湾人放弃谐音梗，真的已经太晚了。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今天就是要来实测 Galaxy S25 Edge， 这是在2025拥有超高关注度的新旗舰，到底超薄有没有料？一次从外观、续航、效能以及选购建议做你聊聊。话说，很多人来说，邦尼，你们好久没做手机评测了。想想，好像是我们之前很追求超完整评测，每只手机至少测了1-2个月，所以做起来的确太久。所以我们决定让邦尼超完整短评测重出江湖。这期节目我们会完全 focus 在手机的重点实测上面，然后邦尼频道招牌的各种详细测试都有。不过因为节目时长的关系，如果有任何没提到的，就请大家在底下留言讨论啦。准备好，那我们就开始咯。我觉得评测 S25 Edge 这款产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厘清定位。如果有兴趣入手的朋友，我觉得可以从这3个重点来看。第一 ，S25 Edge 最重要的关键字就是轻薄，但其实相较起更抢眼的薄，我觉得这只手机的重点其实是轻。虽然说 5.8mm 的薄度的确很惊人，不管摆在 S25 Ultra、iPhone 16 Pro Max， 甚至堆料堆满的小米15 Ultra 旁边， S25 Edge 的薄度的确是非常夸张。尤其当你看到入场 Ultra 的镜头凸起，几乎等同于 S25 Edge 的机身厚度，完全可以说是2025科技圈名场面走上了2个极端。而且别忘了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数字，叫做163克。没错，超轻的重量，我觉得才是 S25 Edge 最重要以及真正吸引人入手的重点。那163克究竟有多轻呢？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最直观的示范，舒洁3层紫色卫生纸，家里有吧？有，你看，这是 S25 Edge 上衬，实测162克，而这全新整包舒洁，所以是真的非常轻。好，可能是我选的这包比较重，再换一个，175克，越来越重，再一个，173克，再一个，170克，再来一个，166克，我知道了，这样就一样重了。那只有轻也没用。毕竟 S25 Edge 再怎么轻薄，它还是一只 6.7 寸、宽度来到 7.5 公分的大萤幕手机，所以还少了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叫做配重。2025的主流旗舰为了追求相机表现，机身上半部都塞了一堆硬体，那不可避免的就是头重脚轻，所以当你拿在手上的时候，你其实会下意识的不断微调平衡点。拿一只含壳260克以上的手机，你就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前半的手部肌群都在用力，用久了真的会酸。话说，很多人肩膀酸、脖子酸，其实有可能是因为长时间拿手机、长时间不良握持手机使用造成的，而不是肩膀或脖子本身的问题。我也是后来物理治疗师的朋友告诉我才知道，如果有类似问题的朋友，可以寻求专业。好像有点扯远了。说回来，所以 S25 Edge 在轻和配重2相加成之下，不管你怎么拿，都可以很轻松的握持整只手机。然后因为它真的很轻，重心又靠中间，所以你看画面，光是我靠手指的阻力，根本不用抓它，手机就能稳稳的贴在手上。那用一般的使用情境来说，你只要把手贴在背盖上，就可以稳稳的捧着 S25 Edge。这时候大拇指就可以伸得更长，做到极其优秀的单手操作范围，几乎不用担心单手操作手机会不稳掉下去。讲到这里，纯论外观的话，我个人是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 S25 Edge 有这么高的关注度，甚至第一波就看到不少人摸完直接入手。因为如果要说大萤幕、好手感、体验还要上到旗舰，那目前真的就是只有 S25 Edge， 没有任何同样定位的产品。对于只是要日常使用、想要顶级萤幕、追求旗舰顺畅感，163克的 Edge 是真的太香了。其实你就看，为什么很多滑 IG、聊 Line、看影片的人都说为了手感买 iPhone 16 Plus 而不选16 Pro Max， 或是很多人不选 S25 Ultra 去选 S25 Plus， 就可以完全理解 S25 Edge 或是 iPhone 17 Air 存在的道理。就以我来说，我的确觉得 S25 Edge 很酷，甚至比25 Ultra 更吸引我花钱换机。
因为我本来就是双机用户嘛，把 S25 Edge 当成主力，那我还是可以带其他手机搭配。另外一个案例是我前几天看到一位很常出现的版友留言，他说原本要买16 Plus， 现在犹豫 S25 Edge。我想说，这有什么好比的？后来看了一下，两台现在的价格很接近，没错，的确是有几分道理。所以我猜应该有不少人真的就是被轻薄大萤幕吸引。那你们呢？留言跟我分享原因。好，手感讲完。那 S25 Edge 在外观上还有3大重点。第一 ，S25 Edge 正面采用了全新第2代康宁大猩猩 Ceramic 2陶瓷玻璃，背面则采用康宁 Victus 2玻璃。第2个重点就是三星在 S25 Edge 上同样采用了旗舰专属的钛合金中框，整体的机身强度更高。最后，这次正面也采用了平面萤幕。那平面支援超声波指纹辨识的保护贴已经非常成熟，只要选择薄款支援指纹辨识的保护贴就完全 OK。那我觉得相比起这些，大家应该更在乎的是不是会被做弯？我自己也很好奇，所以我也换上一条偏紧的裤子，然后放在屁股往下坐沙发1次、2次、3次。没什么问题。那 Bend Test 我也来小试身手一下。好像我真的蛮用力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用力的时候有动了一点点，但钛金属韧性很够，放开之后现在又回到完全直的。不过我现在最期待的还是等 Jerry 来折，那才够看。此外 ，S25 Edge 按键全部都在右侧，底部有支援双 SIM 的卡槽，然后还是没有 eSIM， 三星请赶快跟上。也同样采用线性马达。接着我们来看效能测试。我们手上的 S25 Edge 搭载的是高通专为三星定制的 Snapdragon 8 Elite for Galaxy， 采用台积电3奈米制程，搭配 LPDDR5X 12GB 的 RAM 以及512GB 储存空间。值得一提的是，三星的 S25 Edge 上没有因为超薄完全牺牲散热，基本的 VC 均温板散热片也都有尽量塞。那以 S25 Edge 的定位来说，我最关心的是峰值效能释放好不好，因为瞬间释放是旗舰流畅的关键之一，也是买 Edge 最在意的。花这个钱就是想要流畅啊，压力测试反而倒是还好，毕竟一句话，到底谁买 S25 Edge 是为了打游戏？有的话就3个字 ，Ultra 不香吗？但游戏我们还是会测啦，不用担心。接下来就直接进入到效能测试，我们首先来看 Geekbench 6， 在 CPU 单核上还好 ，S25 Edge 对比 Ultra 的峰值几乎没差，对比前几代24、23、22 Ultra 都有明显提升。而在多核部分，两台也是类似的表现，没有拉开明显差异，在短时间的效能释放上的确没有太大问题。所以这几天在用 Edge 的时候，瞬间快速滑动也都是很顺的，并没有感受到卡，该有的旗舰流畅度完全 OK。而在 GPU 上 ，3D Mark 的 loading 就比较重了。S25 Edge 对比 S25 Ultra， 两台的峰值效能有着 4% 的差距，但整体来说还是同一级距，对比前几个世代提升也是明显可见。但日常情境 GPU 也比较少用就是了。我们就进入到游戏实战吧。邦尼团队为了降低环境温度对测试结果的影响，我们的所有测试都尽可能将室内温度控制在26度左右。我们就直接测负载更重的崩铁。S25 Edge 在最高画质连续玩半小时后，平均帧数都在 46.2 帧，对比今年几乎跑满的 S25 Ultra， 你看长时间之下就明显有差了。所以这种长时间负载还是需要更大面积的 VC 辅助散热。不过有趣的是 ，S25 Edge 居然比去年搭载 H1 的 S24 Ultra 42.6 帧表现还好啦！8 Elite 万岁！重点是 S25 Edge 的温控也不错，虽然机身受限，但正反也都只有40度上下，所以在游玩时并不会感到烫手。老实说，我原本是完全不抱期待的，但测出来这个结果已经比我想象中好太多了。所以以这个表现来说，平常玩一些主流游戏，传说、PUBG、原神、崩铁不要开到最高画质都是完全没问题的。总之，真的是多亏今年的高通8 Elite for Galaxy 的效能释放和能耗表现都强。重点有 VC 均温板，对于短时间把热量快速带离核心还是非常有用。对了 ，S25 Edge 也支援旁路充电，可以绕过电池边充边玩，降低发热。另外，我们也顺手测了一下，这一代同样可以稳定的通过 4K 60连续1小时的录影测试。接下来，我们来测我最关心的续航力。
但老实说，对续航力有高需求的朋友，我还是完全不推 S25 Edge， 因为3900毫安时，三星或许可以透过最佳化中低频负载，让一般人做到更长的续航表现。但如果你就是要拿来玩游戏、狂录影，没有人可以突破物理限制。说到底，会买 S25 Edge 的人应该都跟我一样，只是想知道续航肯定比 Ultra 差，但到底差多少？有差到不可用的程度吗？好，所以一上来我们就先来跑基准测试。首先，在 2K 120Hz 之下 ，S25 Edge 拿下12小时16分。这个结果我是有点意外的，因为这个表现其实已经达到 S25 Ultra 90%的续航。那我们也重新确认过了，测试设定完全相同，真的就是90%。那在 Full HD 120Hz 之下，甚至可以达到12小时46分。所以从3900毫安时、5000毫安时，物理上大约80%的电量，实际缩小差距到90%。三星肯定是有针对 S25 Edge 做最佳化的。我仔细测了一下，发现 S25 Edge 日常整体的确比 S25 Ultra 做到更低的平均功耗，相对也就更省电。另外，目前还不确定 S25 Edge 的这块萤幕是否有用上 OLED Evo， 也就是更省电的 OLED 技术，或是有特调，只能看后续供应链有没有消息了。除此之外，在多核调度上 ，S25 Edge 的确比 S25 Ultra 更需保守。但老实说，我用了一阵子，体感上几乎没有差别。日常主要还是更看重单核。好，所以 S25 Edge 的电量到底够不够？从数据上很理性的说，2025年3900毫安时小是真的小，但要说日常会用到很不够用吗？其实也没有到这么夸张，毕竟今年用的可是台积电打造的 8 Elite。如果你只是滑滑脸书、看看影片、传讯息，办公室族群是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你买来就是玩游戏、狂录影，那3900毫安时一样会喷给你看。这代我觉得最可惜的是没有上高密度电池，看看 Fold 7有没有机会吧。所以就以数据来说，在同样的测试当中，当年 A-Gen 1的 S22 Ultra 拿下的是9小时34分 ，A-Gen 2时代的 S23 Ultra 是12小时13分。8 Elite 的 S25 Ultra 拿下的是13小时24分，而 S25 Edge 其实大约等同于 A-Gen 2的 S23 Ultra 12小时16分。话说，如果真的不够，别忘了你其实还可以切换到 2K 60Hz， 续航会大幅提升到14小时43分，这样一天一充一定是够了。但我觉得是真的没必要啊，选 Full HD 120Hz 即可。还有一点我要特别提出来说，虽然三星知道要省电，但他们并没有透过乱锁萤幕更新率做到省电，这点好评。日常使用上 ，S25 Edge 非常愿意解放120Hz 给你，所以用起来还是非常流畅。对了，三星在 Android 15上把低更新率的显示拿掉了，所以无法准确看到 LTPO 切换，但因为之前是不准的，所以其实也没参考意义。充电部分 ，S25 Edge 支援7T 无线充电、无线反向充电以及25瓦有线快充。那先前蛮多人问为何不上45瓦，有人猜是散热，但我个人的看法应该是电池容量考量优先。毕竟老观众都知道啊，充电瓦数跟电池容量两者在同体积之下是互相绑定的。当快充瓦数上去，为了安全，那电池容量就必须缩小。所以3900毫安时都已经不大了，如果还要再上45瓦，那电池就更小了，可以说是两害取其轻吧。这边也提供25瓦的充电结果供大家参考，半个小时充满 56%，1小时充满 85%， 完整充满耗时1小时11分。这个结果比 S25 Ultra 慢了5分钟，对比国际主要厂不快，但也不是特别慢。通讯部分，台版支援 5G， 实测可以成功连上 6GHz 频段 WiFi 7，并且支援 Samsung Wallet 以及悠游卡。然后还提供7年的安全性以及7代的大版本更新，这点是诚意很够。最后，这集说好是短评测，所以各种 Galaxy AI 功能，请参考 S25 Ultra 完整实测以及 Galaxy AI 使用教学这2则影片，全部都有详细介绍过了。接着来看萤幕表现，这是 S25 Edge 三星没有偷掉，采用了一块 2K QHD Plus 120Hz 的 Dynamic AMOLED 2X， 同样是 LTPO 最低1Hz， 最高120Hz 动态更新率调节，支援最佳化色调以及 Vision Booster， 会自动根据亮度调整萤幕显示效果。话说 S25 Edge 也支援全萤幕 AOD， 搭配上 One UI 7的连贯动画，非常顺。好，我们进入到实测环节，首先来测萤幕亮度。经过我们实测 ，S25 Edge 在全白幕亮度下可以轻松突破1580尼特，在1%峰值亮度上更是可以一举飙破3000尼特。不过内行的朋友就知道，调看 HDR 10%显示面积下，
S25 Edge 还可以维持在接近2900尼特，日常表现非常够用。不过看亮度还不够，接着来测色域色准。在显色表现上，三星提供了鲜艳和自然2档选择，我这边全部的显示模式都测了，直接讲重点。三星的自然模式对应的就是 sRGB 色域以及 P3 色域，系统会根据你显示的内容来源，自动在 sRGB 和 P3 色域切换。三星的旗舰是具有色彩管理功能的，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些测出来的 P3 覆盖只有70-80%上下，代表没有正确触发 P3 色域覆盖，可能是讯号来源有所问题。那本期节目肯定不是业配，那请大家多多订阅帮你，按下订阅按钮支持了，订阅完全免费，但这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重要。当然，节目制作不易，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你订阅按钮按了吗？按了吧。那我们就来讲色准。在意准确性的朋友，相对准的还是选自然模式。经过我们实测，在 sRGB 之下 ，S25 Edge 可以达到 99.9% 的 sRGB 色域覆盖，有色域限缩，但红色略有溢出。色准则还不错 ，CCT Delta E 只有 1.65， 这个数字小于2就是够准的意思。不过在 sRGB 平均色彩 Delta E 就略有偏移，来到 2.19， 差一点就能进入到小于2的顶级表现，但日常用是完全没问题。而在 P3 之下 ，S25 Edge 可以达到 98.1% 的 P3 色域覆盖，同样有色域限缩 ，CCT Delta E 来到 1.74， 达到小于2够准的表现。不过系统限制，目前无法进一步实测 P3 平均色彩准度。最后在音效上 ，S25 Edge 搭载双喇叭，支援 Dolby Atmos， 片尾帮你会提供一组对比让大家参考。接着来看相机，这次的相机规格非常简单，上面这一颗是1200万画素的超广角。搭配上与 S25 Ultra 规格相同的2亿超高画素 1.3分之1寸的主镜头，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镜头模组会这么凸，原因就是这颗主镜头的感光元件尺寸并不小啊，并且可以做到2倍无损变焦。不过虽然规格看起来相同，但三星为了要在超薄机身中塞入这个不小的1.3分之1寸大 sensor， 他们不只下挖了中框，整个2亿画素的镜头模组也都经过重新设计，变成超薄2亿的版本。对了，为了解决相差问题，这代的超广角同样具有微距拍摄能力。此外 ，S25 Edge 同样支援10bit HDR 以及 Galaxy Log 2种专业创作的重要格式。更棒的是 ，S25 Edge 无论是主镜头或超广角，都支援 4K 120fps 的录影规格，并且可以同时开启 Log， 拿来拍 B-roll 非常好用。即使开到 8K 30fps，Log 也依旧可以开启。三星这波 Log 支援很完整。那拍完如果需要快速还原确认的朋友，只要在影片上滑校正色彩，色彩马上就会还原。在后置上，三星官方也提供了 Log Profile 和 LUT 文件可以套用。另外一个好用的新功能叫做滑顺变焦感，录影的时候点开滑顺变焦感，然后慢慢推 ，S25 Edge 就可以做到非常流畅的变焦效果。那其他新功能，请参考 S25 Ultra 完整评测。好，重点讲完，接下来我们也提供几组样张让大家参考。
不免俗的来聊聊选购建议。最大问题 ，S25 Ultra 和 S25 Edge 现在价格接近，请问要怎么选？那我的良心建议非常简单，你只要在意规格，在意 CP 值，在意手机就是要各方面都要能打，跑外勤且电力需求较高，甚至会去拍演唱会、拍远的朋友，没有任何悬念，那肯定是 S25 Ultra。S25 Edge 的 TA 非常明确，就是要找轻薄手机，找旗舰大萤幕，相机8采用主镜头，拍照录影表现水准之上。那目前没有其他选择 ，S25 Edge 就是唯一之选。电力部分，老实说，如果都是办公室固定上下班、跑内勤的朋友，没太大问题。对这些人来说，是最可以体验到 Edge 梦幻之处的一群人。更进一步来说，如果真的偶尔要长时间用，其实省电模式，萤幕切换到60赫兹，对3900毫安时的电池来说，瞬间会变得绰绰有余。那有人说，买 Edge 不也是要多带一颗行动电源出门吗？其实实际使用还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行动电源通常是放包里，跟一支220克、230克的手机对比163克，两者拿在手上长时间滑，逻辑上还是不同。那我自己更期待的其实是明年超薄旗舰这个类别的表现究竟会如何。而且现在手机越来越重，大手机如何做到轻薄，也绝对是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就一起看下去吧。反正不管你买不买，都推荐你到现场摸摸看。163克配上大萤幕的手感，真的非常微妙。实际的精致感也是比官图好上太多了。话说，产品名的 Edge 虽然会直觉联想到曲面设计，但其实我觉得这次应该想取的是尖端，探索前沿科技的含义。好了，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虽然是短评测，这集我们也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带来最多实测，希望大家还看得开心。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帮你团队没测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最后，节目制作不易，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我是驴子，那我们就下次见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